边先拍，好吧？好，哎，他不是走过来了吗？或者你在这儿拍也行啊。对，在这不在这个关系，待会儿我们再拍就带关系了，是吧？对。预备，1、2、3。好，拍《狼华落水》是最冷的一天。老村长酒，喝点酒可能会稍微暖和一点啊。我们当时都觉得，姐肯定是要用替身的，结果没想到她只有自己上了。中国演员，我也是北方人性格，我觉得就别磨叽了，让我拍就拍吧。但当时是凌晨3点钟，一直拍到了凌晨5点半。他那个吧，跟我平常跳水还真不一样。但那天是因为朗华他是失足落水，然后他是整个人背朝着水面，我其实有点害怕，因为就算是在游泳池，我也没那么湿过。非常非常后怕，因为衣服也特别重，而且在水里面，你的那种力气是反的。1、2。就是一压我根本起不来，相当于几个人10来个人围上来的时候，当时我的潜意识我就说坏了，每人一抓，啪把我压在水里面死死的。我就趁着一抬头，我说你们谁都别拽我。然后他们就松开手，离我稍微远一点，我就能喘2口气。后来我想想，我真的是有点害怕。来，都拉上。就是能够跟这么敬业的演员一起去学习，非常的难得，我觉得很开心。这次饰演的是富察氏郎华，然后是皇后。为了富察氏郎华，已经耗尽了心血。朗华不能说是一个反派，因为我觉得她是一个被家族、被命运推动的无可奈何的一个女子。就她一直在平衡很多的关系，她是一个非常非常累的一个人。若是嫁去蒙古联姻，便是对皇额娘和富察氏一族最大的扶持。她的谥号是孝贤嘛，这对于一个女子来说，一个皇后来说是非常至高的称呼，是一个至高的谥号。历史上，朗华也是一个很勤俭的一个皇后。本宫以身作则，效法祖宗旧例。从今日起，我在用江南进贡来的昂贵衣料，不佩戴贵重首饰。平日里用的胭脂水粉和冬日里的炭火，也要减半风干。便是协芳殿伺候阿哥、公主的奴才们，也要减半。他不坏，他只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还有为自己的儿子考虑。娘娘小心，去协芳殿狠狠讲那帮奴才的嘴。大阿哥都照顾不好，要是这样的事端。董洁的感觉给我是稳，她就是把人物的那种在当时情境下唯一能做的选择的那种无奈感、纠结感，全部会演绎出来。皇上，幼宗他还小，从来没有离开过人间，人间要去陪我走。我跟董洁，我们在戏外我都管她叫小姐姐。小姐姐是一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演员，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妈妈。永莲的年纪是非常接近于我生活里面孩子的一个年纪，所以说我跟他相处的时候，我有的时候会借鉴，就是说我跟我孩子的一个相处方式。比如说我罚永莲去到门口受风去罚站，手已经被风吹得很凉很凉了，我就赶紧给他捂捂手，贴贴我的脸。就是这一部分，我想让观众知道说，朗华在眼里她是永莲的母亲，这孩子对于她来讲太重要了。董洁也是永远在
认真的把握这个台词，每一个字儿他都斟酌得很严谨。但他这样哭着进来，说那句话就有点词不达意。他给大众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端庄啊，很安静啊，但是其实他还挺有意思的，挺调皮的那种。预备，开始。在现场的董洁跟想象当中的董洁有点不一样。就是会让你感觉很舒服的那一个人，不怎么发脾气的那样一个很温和的一个人。我叫辛芷蕾，然后在戏里面饰演的角色叫金玉妍。本来我是对这种反派人物是心存顾虑的，反倒是最后的时候我爱上了这个人。金玉妍这个角色，辛芷蕾，我觉得也是非常抢眼的。她前期的演绎其实是非常艳丽、非常飞扬跋扈的。爸可出生那晚，你怎么没把皇上请来？这个美人！金玉妍其实是个非常有心机，而且比较强势的女人。那就看看这宫里有几个人瞧得起你。我觉得金玉妍是一个表面挺厉害的那样一个人，但是她心里头非常脆弱。你是骗我的，对不对？你回来！她觉得这一生都是被最爱的男人欺骗了。我要死了！妈呀！她一辈子也是做着一个别人手中的棋子。啊，是啊。那种棋子的挣扎无奈，其实是让人非常触动。是皇后，还有他，是他们害了臣妾的孩子。他太执着了，太傻了，对，太看不清一些事儿了，太过自信了。他敢于在各种时候做出很冒险的决定，所以也正是因为这个，造成了他最后的命运。托他回起降龙，废为庶人，给我镇死！朕不想见他了。我这去看看舅舅。我真的是有的时候自己在外面哭着哭着，自己都会难受的，就可能你就自己就被这个角色带动进去，特别理解他。皇上，你饶了王爷，你饶了他们皇上。哎呀，如果我生活在那个朝代，我宁愿去要饭，我也不去后宫里生活。他真磕了！哎呀，我的腿啊！辛芷蕾呢，这个女孩身上她有一种坚韧，她有一种不服输。老师刚才腿好点了吗？没事了，没事。撇了一下。她的表演非常自由，所以就从这点上都坚信了，我觉得她能够演得好。包太医，包太医！微臣在。他到底怎么样了？他怎么会长成这个样子？她是里面被我打得最惨的女演员，打巴掌还有踢她、踹她，都是来真的对她的。然后她很敬业。放肆！你个贱妇！芷蕾姐有时候拍戏还拍着拍着就笑场，要不就忘词儿了就。荧幕下觉得一个好人，大好人，非常这个友善，非常亲近，和我们在一块儿。但一到戏里就永成啊，就是这样的，就那种感觉。永成，既然皇上交代你做事，你好好做点事，也别忘了顺便提携我阿哥。那天有一个他收拾夜晚，但不是有一段夜晚去他宫里面去当那个宫女嘛，还老收拾人家，让他那个捧着一个五毒饼，让他捧着，让他捧着，而且他还说了好几遍，啊，笑得我都不行了。本宫喜欢闻香的时候，肯定是捧着香闻香的；本宫喜欢读书的时候，肯定是举着蜡烛的烛台。其实生活里不是那样的，生活里还挺安静的。他的性格也特别好，就特别爽朗。好了，刚才已经可以了啊！好，
每天都在现场相爱相杀。对对对，就我们互相贬低。好的，知道。导演会说我们两个脸大，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长。所以经常我们两个就互相说你胖啊，或者是他就说你看你都胖成啥样了，然后我就说你看你脸都出化了。有点任性。偏偏宠我一人。就是特别美啊，后宫第一美啊，这种还挺像。跟他关系不行，经常打的。没有，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开玩笑。嗯，对，挺好的。那他有什么可议论的？长那样像不？对，说什么呀？对，一开始因为我们俩那个就是拍戏，因为我们俩不太熟，所以拍一些要对视要狠的戏还可以。等到后来熟了以后，就俩人看着都不行了。我是一个现场容易兴奋的人，对，我是容易过于兴奋。好，过了啊。大家好，我是童瑶。我这次在《如懿传》里面饰演的是高羲月。开始。可皇上岂有皇后娘娘的弟弟？臣妾就一个阿玛为您办事，他们还要啰嗦。他太没有心计了，属于那种心智很简单，头脑也很简单。太后不是很讨厌乌兰达拉氏吗？怎么这么轻易就把他给放了？这妃嫔也太……戏里就会比较自私一点吧。他不到本宫这儿来，还能去哪儿呢？怎么着？让他住延禧宫啊？我每次印象最深就是每一次有他戏都是，我就站起来就指对方，跟我说什么，然后就这样。毒妇，你竟敢污蔑本宫！他是一个特别直接的人，他不会是掖着藏背后摆刀。来人，掌嘴！贵妃娘娘饶命！贵妃娘娘饶命！我俩角色里面都是狼狈为奸的那种。没有良心的东西，没有良心的东西，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啊！他是副主管大人，我也不敢管他，都是奴才的错。你打死奴才吧！你说本宫怎么见皇上？怎么见皇上？怎么见皇上？这个贵妃啊，可能别人会认为特别的坏，其实她不是坏，她只是为了自己，幸福跟皇上想在一起。那皇上这2个月有没有想着臣妾？你猜？臣妾不猜。自然是有的。其实，高羲月还是会去主动争取一些东西的。羲月，你怎么在这儿？皇上，贤妃妹妹有了你那么久的陪伴，她不会跟臣妾争这一回吧？拿你没办法。多教。他每天都是在想怎么能得到皇上的心呢？哪怕多看一眼，多一些宠爱。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是很痛苦的。皇上昨天明明翻的是我的牌子，进士房的人都准备来接我了，可是皇上突然改了主意，去了嘉贵人那里。皇上以前从来就没有这样对我。在深宫中的女子那种孤独凄惨，跟他作伴的只有我的孔雀，还有我的琵琶。童瑶是一个非常认真的演员，她是非常棒的，然后她也很用功。他一定要去找大哥，因为他之前害贤妃禁足，就是为了要把大哥夺到身边。我觉得高羲月跟我比较贴近的地方，他们是觉得我生活中比较乐观跟神经大条。念家，特地出个飞机。在日常生活中也都是那种很开朗、很直率的女孩。污秽圣地，冒犯祖宗。我这话这话要快，还是我这太难背了，有记住。他挺好玩的，对，挺逗的，大大咧咧的，有点傻乎乎的也那样的。躲远点，沾一身血，溅一身血。看纪录片啊。很喜欢笑，然后在我们的拍摄过程当中也动不动就笑场，有时候把我们整个气氛就弄得非常好，非常开心。他说你去哪儿啊？回家。
啊，对对。回家这个接得好啊。第一次读剧本的时候，我最喜欢的角色是凌云彻。就这样了，来，让你看，吃的，让大边锅来的。进门到了这儿就可以切了，对，再切它里边就进来了啊。来了一个，高门。热呀，还是蛮吓人的。但是我们的安全措施做得非常好。我叫金超，这次在《如懿传》中饰演的角色是凌云彻，他是一个侍卫，实打实的靠自己一次又一次的实际行动去证明了自己的能力。他其实最初的理想目标就是能够跟燕婉长相厮守。但是因为种种事情发生之后，他的目标就变成对如懿的一生守候。虽然说最后结果是死亡，但是我觉得还是值得的。我觉得这是凌云彻做出了他最正确的选择。其实这也可以认为是一种真爱，不枉此生。贵人今世性行温良，端庄淑瑞。现实生活中的凌云彻和剧中的凌云彻是完全相反的。你拿着你的那个扫把，你别拿那个煤气扫。不，那个东西拿那个煤气扫。你怎么能哪个神仙不拿那个？现实生活中，金超反倒很像一个小孩子啊，蛮开心的那种。如懿，按我的心意，赶快写定。还我爷爷。还我爷爷！我知道他要演凌云彻的时候，我就笑了。我觉得我俩肯定会笑场。这远走高飞了。他非常幽默啊，有时候他在世，我觉得大家会很快乐。哎呀，超哥太逗了。这是你新学的曲儿，是长生殿小乐一折，睡影堂鸳鸯战也。在《如懿传》当中，我饰演的角色叫魏燕婉，她是一个在后宫中文很准，能抓住皇上心的一个人。奴婢自进宫以来，一切都是皇上的，奴婢愿侍奉皇上左右。为了自己的目的和目标不惜一切代价的一个女人，她是从宫女一直爬到了皇贵妃。受了多少委屈才《如懿传》，她是一个最大的反派，她干的那些事简直就是反我三观啊！任何人都想我鬼也不会放过你。你得做个有本事的鬼才行。燕婉是一个很腹黑的坏女人。今日的皇后与当年的孝贤皇后相比，根本不值得一提。我觉得已经坏透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演坏人了。皇贵妃意图勾引凌云彻生子夺宠，幸好凌云彻坚决不可，这才罢休。你是贱妇，混乱皇家血脉的念头你都敢动？最唯一有爱的一个空间只有凌云彻了。准备。开始，微臣不便久留，先行告退。念旧情，还是因为是他最终是还是回归到凌云彻嘛，
一直可能是他这辈子最忘不了、最无法释怀的一个人。准备开始。凌彻哥哥，这不是你一直想要的吗？怎么回事？但是看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为他流泪了。我太爱这个角色了，我很喜欢他，因为最后结尾让我特别感动。我觉得他是内心是有柔软的地方，尽管他做尽了坏事。这部戏它的挑战性很大，因为这个角色是里面非常难演的一个角色。皇上，臣妾已经查明，就是未验完。李晨非常敬业，挺厉害的，一下子把头磕在地上，继续演的。这一点让我觉得年轻演员表现的还真是挺敬业的，很能吃苦的。我想把他演到极致，做一个好演员。对于个人来说和对于角色来说差得很大。好喝的没有，好吃的没有，还得坐地上，一点娘娘的优雅感觉都没有。李纯就是平时一个也很大条，然后也很大大咧咧。李纯其实生活当中是个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加油加油加油！虽然他总演一些那样的角色，但他戏里真的很好，是个暖心的大姐姐。谢谢大家。好，我来给你献个花，献花献佛，来快。谢谢导演，给你的。谢谢。这是太后的懿旨，也是老祖宗的规矩，你违逆不得呀！少主，便是皇后娘娘也要谨守宫规的呀。求皇后娘娘把永璋还给我。我这次在《如懿传》这部电视剧里面饰演的是苏绿云。皇上的眼里根本没有永璋，她是一个性格比较温和，甚至有点胆小怕事的这么一个女人。皇后娘娘醒来之后找我们的麻烦怎么办？要不我先跪着去请罪。我曾经看到过这个对她的介绍，就是比较善生养，生的孩子非常的多。额娘、三哥，有人回来啦！这是我画的佛母图，今日还得了皇阿玛的赞赏呢。而且她爱孩子的方式就是希望为她的孩子挣一个很好的前程，甚至登上那个无相权力的那个宝座。额娘千不该万不该，当年不该怂恿你去争夺太子之位。额娘别这么说，都是过去的事儿了。所以可能在这一点上，我跟他有很大的不同。我更希望他们更多的去体验，自由自在的去用他们的方式去触碰这个世界，更快乐。主，不好了，不好了！出什么事儿了？养心殿传来的消息说，三阿哥被皇上申斥，受气羞恼，呕了一大口血，人就昏过去了。现在呢，太医已经紧赶着去看了，说三阿哥不易挪动，就住进了协芳殿的旧居。您快去看看吧。贝娇，哎，贝娇。可能也源自我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所以当说到孩子的这些点，我觉得还是可以触碰到我内心这种最柔软的地方。我不要，永璋，我们不要我了。不要怕，额娘在，别怕，皇上不会的。所以我觉得皇上不会不要你。我就把自己带入了那种情境当中。皇上，永璋吓得高热昏迷，求皇上饶了永璋吧。饶了永璋吧，主。因为胡可的话，他的演戏经历是很丰富的，所以我们演戏的时候是很舒服、很自然的，大家很自然就可以演在一块儿。永璋是无心的，可有心的是你。我其实是不能想苏绿云的人生的，我一想到我就会觉得特别的悲伤。儿子是为娘的命，就这种悲伤是从心里蔓延出来的。每一场戏你都会更靠近这个角色，是个生活中是个逗逼，我觉得特别搞笑，有的时候。气场非常合的，然后属性都是比较类似的女演员吧。
我感觉他特别受小孩的欢迎，因为可能生活中就有2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就很有母性的光环笼罩着他，很开心的一种氛围。我变不了。开始。我喜欢海兰，因为我做不到他那种境界。他对男女之情是看得非常的通透。皇上万安。来，陪朕说说话。是。她不像就是其他的女人，可能对皇上是很爱的，她对皇上也没有太深的感情。海兰其实是一个早期特别怕事的人。快把海常在的香包给他，别向本宫苛待了他。那本来自己是觉得要寻死的，那后来是被如意救了，之后就一起入宫，变成好姐妹，一路以来一起成长。但她是自己本来很软弱的，但她为了如意，她可以坚强起来。皇上，这个贱婢，明明就是你们洁身不得力，还敢在这里妄言犯上，公绝对饶不了你。很多人都说，哎，你这角色很好，就是笑到最后的人，留到最后的。但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开心啊！如意死了，永琪也死了，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孤独的，而且那种空着的痛是我想到都觉得很难受。君宁我们也是第一次合作，然后他在这个戏里面也有很大量的情感的戏。他其实无形中把整个戏的品格是往上抬了。迅姐她的气场很强大，如意一定要有气场。从那么小跨到这么大，只有他才能够嫁好。周迅变化蛮大的。2000年我们合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跟现在真的有很大的不一样，变得更宽容，然后更母性一些，人也变得更随和。他的松弛来自于他对人性和对这个世界看得很透，所以说他的力量很大。就他很多的表演其实是不是单纯的表达一种情绪，当中有很多丰富的内容和层次，我觉得非常棒。如懿是一个智商很高、情商很高又足够善良的人。那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他就是如懿，我就是乾隆，两个人演戏的感觉是可以配合在一起。这个人物形象的定位、感觉啊、台词啊，都让这个戏的气质都有一些改变。最棒的地方就是把自己和角色贴近在一起，赋予它光芒。《如懿传》就是生命里面你好像一定要去碰到、一定要去做的一件事儿，因为空白，所以无迹可寻，所以相对比较自由。他会把自己整个人、整个身心贴近这个角色去演绎、去加强，听一些故事，对，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想象，然后又去了趟故宫啊，然后穿上他的鞋子。然后戴上他的指套，就是各种方面都去了解。去那个做指甲的地方，把它做长，就把它真的留到这么长。把自己的那个指甲磨得还留下一层薄薄的粘上去的。就是你每天早上粘是吧？哇，回去再粘上我自己的那个。对呀，粘在我的指甲上，又不是粘在肉上。哎呦。刚开始的时候，我只是戴指套，一直带着这个东西。我说你不至于说一直带着这个。他说，哎，这是下意识。是现代人戴那个护甲肯定是不方便了。看他吃酸奶是这样吃的，我说那姐你平时洗脸啊？他说就这样洗啊。
就这翘2个手这样写。我知道他是为了要去创作。他说，如果说没有平时一段时间的习惯，他说会戳到自己的。穿鞋子，因为那个走路还是要很那个驾轻就熟的，所以就要提前去熟悉他那个鞋子。筹备的时候，我们要鞋子和护甲拿回去就是天天练。现在到现场，盆底鞋站得很稳的，包括跑啊。我是要学习各个方面的生活，也都是想象，因为大家也很少会看到那个时候的人到底他们真的是如何在宫里面过日子的，就做这些准备。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人物的情感生命过程。预备，开始。他从小生活在那个环境里边，他的姑母又是皇后。姑母这个角色更多的是把如懿作为一个筹码，保证自己的地位。乌拉那拉氏没有前朝重臣，只有后宫的女人，你我就是要延续乌拉那拉氏的荣耀。青云哥哥，我觉得他从小就知道他这个命运是很难改变的。你一定要做母后皇太后吗？宫规祖制在此啊。那他有他的家族责任，就是要当皇后。已经有了皇上的眷顾，你是乌拉那拉氏唯一的指望，你要得宠，你要做皇后。我觉得是压力，但是我又不能不去做的一个压力。作为青樱，她是乌拉那拉氏的亲侄女，我是钮祜禄氏，我本来就是要把乌拉那拉氏给灭掉的，最好就是后宫不要有乌拉那拉氏了。皇上口谕，皇次子弘历封宝亲王，乌拉那拉氏为宝亲王侧福晋。希望最好不要让她作为我的儿媳。我好不容易干掉你姑母，你的乌拉那拉氏皇后，又来一个，对我来说是最好是不要有这种可能性。从上一代的渊源也好，其实我没办法解的。但是儿子最后还是要了他，一个是我爱的人，一个是他的母亲。如懿知道一定要和太后好好相处。从一开始的不接受，到慢慢的看到她身上的一些不同于其他女人的一些品质。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太后她发现如懿真的不是要当皇后啊，就是她是真的是因为爱这个男人。皇帝说你千方百计去求他，为的是替哀家移宫进言。如懿也利用过太后和皇上的关系，去知道太后需要什么，然后跟皇上说要尽孝啊。当然皇帝要尽孝，但是从如懿这个角度，她可能还有就是说我帮太后去说个话。皇上刚刚登基，忙于朝政，一时顾不上，哪怕臣妾身在前邸，也是该提醒皇上的。如此可怜，移宫之事还需要你这样一个守孝之人去劝皇帝。到最后，太后对如懿是有改观的一个态度，她会记得，就是说，那我们就和平相处嘛。青樱之名是臣妾幼年时所取，所以想请太后亲赐新名，许臣妾斩断旧过，汲取新福。其实他是向我表示他的屈服。那你最盼望什么？情深意重，两心相许。我觉得他在青樱的身上，他会看到他自己的某些缩影，看到他过去。如懿，好不好？在这场戏当中，太后希望青樱从乌拉那拉氏的青樱变成了他的如懿。如懿是为求生存，太后是为了表示示好，是一种义务，所以才有了我们如懿这个名字。其实我觉得到如懿这个名字之后，其实我的生活还算如意的。开始。贤妃娘娘，这绿眉粉怎么治？那可是皇上亲自验的。挺少影视剧可以把这种两个人关系写到这么的紧密，这么的跌宕起伏，挺真爱的两个人，他们也其实是青梅竹马。他是一个非常天真烂漫，从小骄纵长大的哥哥。你是倔脾气，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用怕，有我在，你放心。这三个字对于如懿来讲，就是这个男人给她的所有的，就是你不要怕，不要怕，是一种
极度的安全感。当他说这些话，就算我有一点怀疑，但是我爱你的时候，我还是相信。他是坚持对感情的美好，尤其是夫妻之间的信任和尊重。一生一次，心意动，他的生命最核心的一个点。这个意思极好，一次心，一次心一动。臣妾以为是一生一次心一动。这个解释好啊，真喜欢。是一个敢爱敢恨的人，因为他很聪明，其实他完全可以脱离这个是非中心。对如意本身来讲，我觉得他是很清楚，他不想要去那个地方的，因为他从小在家里，他很明白这些斗争啊，这些东西。但是因为爱，他还是把自己卷进去了。你心里有皇帝对吧？难道不想跟他生同寝，死同穴吗？你只有成为他的皇后，才能跟他生死不离。姑母，他无意去做皇后，但是他因为他的命运，他爱的这个男人，到最后成了一个皇帝。身在万人之上，俯视万千。可这万人之上，就是无人之巅了。真想让你在朕的身边，朕也只要你在朕的身边，可好？好，好，好。也就是说，朕在万人之上，孤单得很。我要你来做我的皇后。臣妾或许看不清后位，看不清前路，也不够看得清皇上。可皇上说他孤单，臣妾就只想到他身边去。我最喜欢就是把她封为皇后的那个阶段啊，我们感情很好。你终于是朕的皇后了，终于可以一统龙王了。朕已经教导神女准备吧，可以让我在皇中效力到老。其实像如意和皇帝能给青樱这么一段情，其实已经是一个奇迹了。恰巧他幸运的是，他还爱那个皇帝，而且是两情相悦的，不是那种我爱他，他不爱我那种，而且是他幸运在这个地方。但是他到了那个位置上，他就会有一个责任感，就是他要护的是要护好这个国君。开始。皇后娘娘，皇后娘娘，皇后娘娘，娘娘您醒醒啊！我都是在劝和，但是我又能够特别理解他，因为人的性格使然，有的时候是看着特别心疼，但是无力。其实皇上作为一个天子来说，他是当年是可以这样的，但是对于如意来说，他心里可能会有一些不太舒服，因为毕竟是真爱嘛。但如意也是很大爱的那种，也是一直在默默忍受。个人对如意是非常非常同情，我觉得他受了很多很多委屈。给你的补药都吃了吗？怎么还是那么憔悴啊？用尽是朕盼望已久的祥瑞之子，结果却因此违心，合不住你的命数，木村自亡。作为你孩子的母亲，你怎么会相信青天剑的话是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就算我克死了我的孩子，可是我刚生完孩子啊，你怎么会这样想呢？这个对于一个女人来讲，其实是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委屈。这两个人其实都是蛮可怜的人，觉得很心疼。对他到底是什么感情？从小就喜欢他嘛，你从小你就进王府，到最后你面对的是一个君王，他的改变，他还是爱他，直到相见的出现。把面纱摘掉。一开始来说，他们像一对情敌，因为毕竟是相见，让如意觉得皇帝的爱情不在自己身上了，是因为觉得这个男人的心在动。当这个皇上那个心开始动的时候，他是害怕的，他那个时候是很痛苦的。也许本宫也失去了曾经恋恋的少年了。其实我觉得帝王父亲蛮难的，一个是要母仪天
个得要指点江山。然后到最后到两个人的嫉妒心，他对林云彻做出的那一系列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太过分了。可是，在过程当中，他作为一个国君，他必须是不怀疑的。虽然这个多疑到最后是毁了我们，我从小陪着你的，我是什么样你不知道。在这个故事里面，那个如意一次次心寒。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爱情的一个过程，会慢慢的消失掉。在这个几十年的相处过程当中，因为各自的成长和各自的变化，所以到最后造成他们两个的破裂吧。不可以顶撞这样忤逆朕，如此咄咄逼人，不仅比不上孝贤皇后的贤德，连令贵妃的婉顺都比不上。累积起来一件一件的，就到最后断发的时候，如意跟皇帝说：“我当这个皇后已经很累很厌倦了，我最好不要当了。就是我从来也不是要想当皇后。”如意，其实这个戏真的是道尽了这两个人的一生一辈子。我觉得其实他一直都在坚持，不管对谁。他在宫里那么久，但他并没有变，不忘初心吧，那么一个人。她是一个宫中少有的非常有个性的女人。如意不会妥协，不会因为任何人妥协。我觉得她不适合在古代生活。她是宫中敢于说我就是要做自我，我把我的直抒胸臆想表达出来的一个女人。臣妾陪伴您多年，自以为和您有心意相通之处，臣妾是真的不能明白的。皇上，您就当臣妾不懂您，臣妾的话也白说了。她深爱着皇上，但是她坚持着自己。她是一个现代女性思维，独立自主、坚强、倔强，不需要依靠任何人。万一一个夫君只有一个妻子，没有任何妾室呢？朕看你是傻啊！怎么老想着郎世宁的闲话？太后和如意可能的共通点是我们都有过自己的初心，不同的点，我觉得是如意比我更执着，好纯净的一颗心。就是说，跟皇上其实也是一生一次心一动，他真就是这一次。在宫里有那么多人害他或者是什么，但是他通过自己的方式，就是选择和面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明白深宫的法则，但是他不屑于去用。如意是非常有底线，不会去争什么要什么。你是出身后族，又有皇上的情分在，如果真有继后，也应该是姐姐你啊。我从来要的都是情分，而不是位分。他是很明事理的，他懂得一个人的德性是什么，不冤枉谁，不去制造那些没有的东西出来去害人。他的性格是还是很正直的。主，皇上特意派人送来的礼物在外头，您去瞧瞧。绿梅非常难得，骨骼清奇，其实很像如意的那种性格。她不会去为深宫的这个环境去改变自己的本性。两心之间梅香一缕，绿梅难得，皇上的心意更难得。他喜欢梅花是因为寒风里是吧，彻骨是吧，才能闻到花香那个。因为他喜欢的是南方的梅花，他到了北方他活不了。我记得后面还有一场戏是跟皇帝之间的一场戏，就是讲到如意，其实他就来错了。也许他本就不该是这宫里的人吧。如意就是说，其实我是不适合在宫里。他的性格是贯穿的，叛逆也好，他什么也好，他是贯穿始终的。他应该是自由的，他喜欢的那种自在安然，他对感情那种坚持执着是不会变的。你还年轻，不懂世间完满的美好，太难了。若能如意，便很不错。苏丽云其实在很多时候是一个没有
攻击性、很没有伤害性的这样一个女子，所以她和如懿的关系就属于那种比较熟的朋友。到中期的时候，郎华走了这一段时间，我觉得比较熟的朋友因为一些利益发生了分歧。哎呀，我也抚养永璜这么多年，知冷知热的疼着，闹了半天，还是不如你。祭酒礼已过，大家休息片刻吧。本宫让御膳房熬了些八宝甜汤，大家都可以用一些。在后期的时候，我觉得就非常坚定地站在了如懿的背后去支持她。对如懿是喜欢，然后崇拜、敬仰，反正就是当成姐姐养。这里也有台词说，皇后娘娘就像我的姐姐一样，她是真的很喜欢、很依赖她。但如懿对梅若，我觉得可能就是关爱，因为她毕竟是小嘛。然后还有就是梅若比较简单，没有那么多坏心思。我记得娘娘曾与我说过，皇上是您的少年郎。和如懿可能有一种惺惺相惜的那种感觉，因为如懿她也说她曾经有过一个少年郎，他们曾经非常的美好相见。其实她也没什么要求，她就是跟如懿一样爱一个男人。自己心爱的人没有了的时候，就是要自杀，但是皇后娘娘就是劝她活下来吧，跟她讲了很多的道理，在那一刻可能给了她一种力量。那在深宫里面可能没有其他人跟她说一些肺腑之言，只有皇后娘娘跟她说，她是非常的感激她的。她之前在皇宫里面都是从来不对任何人行礼，但是她面对皇后娘娘，她还是会非常尊敬的说给皇后娘娘请安。而且相见也是一个比较重情义的人，她说以后的话我一定会不惜一切，我都会偿还。所以她跟如懿是有一种那样子的情感的吧。哎，欣姐，我的女神，第一次跟她我们两个就单独的对手戏的时候，我这样扶着她，她这样手搭在我上面，我是这样状态的。欣姐说你不要抖了好吗？你一抖我也紧张。不是违背自己良心的事情，索性都愿意去为如懿做。其实索性就是一个如懿身边的连接各方面这样一个桥梁，跟江雨冰的这个关系和李煜的这个关系，导致他们最后都非常忠诚于如懿。如懿娘娘这个人是非常好的一个人，因为我还有点喜欢索性嘛，我也会对她的主子好，因为她的主子好了，她才能好。后面有一场就是如懿帮我上药，在宫里一个娘娘会给一个奴才蹲下来上药，我觉得那场戏是他彻底的走到如懿那一边去了。一是因为情感，二是因为他看中如懿的人品，了解这个人以后，你会不由自主就会帮他，而且这对他来说也是行正道。索性的归宿还是蛮好的，跟了一个医生啊，又实用。索性还问他呢，那我照顾不了你啊。如懿说没关系，等看到有好的人再说吧。那故事的发展就是出现了一个好人。多谢皇贵妃娘娘主持公道。你是个直性子，胆子也大，不怕吃亏吗？不能让没钱的姐妹都吃了亏。本宫喜欢。来翊坤宫当差吧。爱打不平，无依无靠。最万幸的是说让如懿给捡到了，才找到了家的感觉，所以我愿意拼尽全力为了如懿，怎样都可以。爸爸。容佩是一个太耿直的人了，而且有好多方面，因为他毕竟年长一些，他会从好多方面去考虑，他都处理得很妥帖那种。我是最知道他的温度的，因为我永远是在握着他的手，不是这只手就是这只手，不一样的方位感受这个人也挺奇妙的感觉。我是等于把如懿当成我的又是恩人又是亲人。简单的来说，他是再一次把生命给我的人。我救了他的命，然后在这个宫里边，我是能跟他心意比较相通的人。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恩人，他会愿意付出一切，然后让他快乐的。我只能说，他超越友情，不单纯，涵盖了很多。有些时候我们演着演着就是说，你是不是爱我呀？就那种。哪怕到最后他们有了矛盾，其实什么都不用说，又能够懂得对方，谅解对方。所有的事情都是为我好，我都能理解。海兰觉得如懿是温暖的，
是仗义的。红楼炭事件的时候，如意来救他是那样的奋不顾身。海常在也是皇上的嫔妃，你不能当着奴才们的面羞辱她。你脱了她的衣服搜身，你不是要了她的命吗？就是他是有一种，就是我只要他开心，我只要护着他就好了。紧接着下一个百花丹的事件的时候，海兰是奋不顾身的去为如意洗清冤屈。有一个台词是：为姐姐当日如何拼死维护我的清白，臣妾也只是拼死维护姐姐的清白而已。接连在一起的事件，很快的就把两个人扣得非常紧密，慢慢的把心里的东西又加深了。海贵人，这今后啊要送什么东西，您别亲自来了，这太危险了。您把东西交给我，我递给他就行。我得知道你叫什么。我叫凌云彻。我觉得如意的价值观、个性上面跟凌云彻之间还是有共同点。就拿现代话来说是三观相同。他跟如意之间的界定啊，就像无论你走多远，无论你经历了什么，只要你回头，我凌云彻永远会默默地为你打这把伞。微臣只是希望皇贵妃将来的路可以平安顺遂，而微臣会跟随在您身后，替您照亮身后曾经走过的路，不至于您回头的时候连退路也难以看清。就那种情感是在一个宫里边，你对对方，你是可以安心的信任的一个人，对，所以他对如意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大什么呀？他们情感的建立和彼此作为对方信仰的建立，其实是在一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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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堆积。快我看看，这蛇有毒，我得把毒血吸出来。索性打盆水去。无论是事件上的堆积，还是岁月上的累积，就经过这么长时间达成了一种情感，经历太多的生死，这才是他一生的宿命，也是他的任务，也是他一生所希望做的一件事情。在这红墙里边，在我寒冷彻骨的时候，给我温暖的是你和凌云彻。周迅在表演上品格也好，风格也好，气质也好，根据如意的这种现在的表演有一个提升。从一个小女孩委屈，脑子里都是幻想的，有点叛逆的一个心，慢慢变成一个皇后，她这一切非常清楚。她也很辛苦，这一路来就是没有做其他事情，就很专注在这个戏里面。她是真的付出了很多。拍戏的时候没有太多的时间，每天都台词啊什么的。他非常认真的在看剧本，在揣摩角色。有些时候他会说：“那如意这个时候会怎么想啊？如意这个时候一定不会这样啊！”真是佩服他，我真是太用心了。那种台词量，他头天晚上得做了多大的功课呀？基本上很少看他拿剧本。你要知道，他是属于那种认真到一个词一个词都会去细细琢磨的人。就是他每天做足了功课，他每一场戏都有自己的想法和见解。最细的一组镜头就是有一场戏刚跟皇上吵完架，周迅老师要看，印象特别深是有特别细腻的点出现。他有一个过门槛的时候停了一下，他看看他那场戏是怎么表现的。然后有没有到位？他觉得不 OK 的话，他可能会要求再重新来拍这场戏之类的。周迅的表演也非常非常的吸引人，而且能够有很强的代入感。演戏下来的感觉都彼此觉得很舒服。那很多东西都是剧本上没有的东西，但是因为我们都在那个角色里面，又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到最后是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不用去交流了。他的戏呢是绵里藏针。看似很散淡的这样戏当中，他内力很大。他是一个非常有灵魂深度的演员，我不敢使劲对着他眼睛看，我觉得他眼睛非常有杀伤力，强大的力量会包裹你。胆大妄为，祸乱国政，桩桩件件，哪件冤了你？不敢，让他饶命！你说不敢了，你一定会被顶罪吗？我觉得
迅姐很多东西不是我们能够学得到的，是她就骨子里的东西。他杀伤力不是攻击性，他的眼睛很深邃，你知道吗？很大，然后你会看进去，会想他在想什么，就会被他带走，所有东西都在眉宇之间。迅姐的眼神有一种探究人的一个感觉，用眉宇演戏，用气场演戏，用你眼神去演戏。他的演技是出神入化的，演这么好，真的是这个人的生活经历、阅历到那儿了。就一路看他这样，越演越好，又那么敬业，而且又那么上进。她真的是一个很有精灵气的女人。看她处理一些感情戏，我觉得哇，那分感简直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是好演员都是用心在演。比如有一场戏是她被她的丫鬟阿若陷害。奴婢伺候您多年，可是主自从被太后禁足，心怀怨恨，日渐乖戾。其实如懿只是给了她一个眼神，那个眼神的内心潜台词就是，我对你那么好，你居然会害我。就那一个眼神，我看了好心疼。所以我觉得迅姐真的是好厉害。你少说一句啊。是因为我要扇她的耳光，然后我就走到迅姐的面前，用我的手测量了一下她的脸，好小的脸，我就非常的紧张，怎么办啊？我感觉自己做不到。迅姐就用了另外一招，你打不打？我没有用，你不要恐吓我，我打你，我自己会难受死。你这个毒妇！为什么这样？我不是说科班出身的，我并不知道我这个下手到底重不重，我也不知道他到底疼不疼。打动了！必须得真打，可是我的方式，我需要他们真打我，要不然我没办法出来那个东西。迅姐，我觉得拍戏的时候她非常的敬业。有一天就是我和美若去送她一场戏，她就坐在马车里，因为那个马车非常晃，机器要架在里面。副导演就说：“迅姐，你不用去帮他们搭戏了，让我们自己演。”然后迅姐说：“哎，不行不行，我还是得上去，要看着她的视线，她一定要自己亲自去帮你们演。”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他不会去过分的去张扬，他作为这个戏剧的中心点，他是非常明确，而且他把周围的这些跟他在一起搭戏的人，整个气氛都非常好。他的状态永远是在一个创作，所以我们都说迅姐是传递给大家能量的那种人。然后迅姐就在任何的一个场合，她都会有这种东西传递给我们，呈现出来那种工作状态是比较，就给大家的感觉好像相对来说轻松，但是里面是非常紧的。包括对每一场戏的要求、准确度，表演它非常的准确。我想我们都有这个心去做好作品，在做好作品的同时，我们又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创作的氛围。他有很真的一面，他是很真性情的一个人。他生活中是一个就挺幽默的人。我觉得他生活下特别可爱，他会跟你开玩笑，感觉整个人就很开心。他在私底下更像一个小孩子。你发现她就是个少女。小女生，她会在那里唱唱跳跳，自己在上面就感觉跟表演一样。哎呀，我应该站到这儿来。那认识她之后，我觉得我就更爱她了。我觉得她像一个小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在现场，她说，想吃一个什么东西了，我觉得她眼睛里都泛着光。说着说着口水就流下来了，然后他自己就会在那笑自己，特别可爱。我们有时候拍的时候会在监视器里面讨论剧本嘛，然后他就这样把鞋脱掉，然后就盘腿在打坐，然后就在那边，然后边吃着东西在那边聊，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特别像一个小孩子。我觉得他非常有灵气，然后生活中又是一个特别感性的人。他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然后他没有走到他的座位上，他直接走过来，然后就跟我打个招呼。我当时就觉得特别亲切。只能找一个我心里最顺的，但是我真的是唯恐不心的，我真的是老的人，这个不是我真的。迅姐是我很喜欢、很尊敬的演员，看她的戏我都好喜欢，非常打动人，非常喜欢她，有质感、有沉淀，很娇小，但是
爆发力非常强烈。特别喜欢跟他演戏的感觉。我觉得太幸运了，我真的有成长的过程。他的智商和情商都非常高，他会看透很多东西。他是个有大智慧的人，但是又很简单的人。周迅在表演上一如既往的好，每场戏都很稳。我们一直在说所谓的一种工匠精神、敬业精神，那我觉得在周迅身上就是，一切都很顺利，我觉得这是非常幸福的事情。你挺棒的。